访问日本前夕，尹锡悦对华发表了示好言论。这套首尾两端的把戏，中国该不该相信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直接来说主题。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邀请下，那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出发前接受美联社采访啊，尹锡悦提到两句话，并且与中国有关。第一句就韩国不能浪费时间，对紧张的韩日关系置之不理。第二句话，相信加强韩日合作有助于两国稳定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关系。前面一句我们暂且不管，但后面一句就很有深意。我们都清楚，尹锡悦近来呢大力推动了日韩关系正常化，为此不惜得罪国内的保守势力，被韩国民众批判其践踏国格。之所以这么做啊，不是因为尹锡悦有多么喜欢日本，实在是被美国逼得没办法，尹锡悦不得不认怂。说到这儿呢，就延伸出一个问题：美国为什么要大力推动日韩破冰？自然的不是吃饱了没事干，而是团结在东亚地区的盟友。美国一直试图打造东北亚的战略，围堵中国，但里边最大的阻碍呢，就是韩日之间的历史恩怨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，美国的外交工作比较粗糙，所以才会放任韩国与日本展开内斗。现如今拜登上位啊，他是搞外交出身，深知要想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国际环境，就必须最大限度的团结盟友，所以开始大力促进乃至施压，逼迫韩国与日本搞好关系。当然该给的好处也会给，比如拜登政府已经正式邀请尹锡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，岸田文雄呢也邀请尹锡悦访问日本，并放话将考虑恢复对韩国采取限制措施的出口。所以说啊，尹锡悦政府这次选择就是听从拜登政府指示的结果。而聊到这儿，很明显出现一个悖论，那就是尹锡悦本人不可能不清楚美国背后打着是什么主意。既然尹锡悦已经带领韩国向美国靠拢，打算加入到美国构建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当中，而他又如何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呢？莫非一边跟随美国在军事上打压中国，另一边又是在想经济上与中国合作赚我们的钱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？基于此，对于尹锡悦这次访问日本的前夕的示好言论啊，我们认为呢，不能相信他这种首尾两端的说辞。国际斗争无小事，既然他已经做出了站队选择，那么中国往后也会按照流程办事，到时候该出手敲打，也别怪中国手下不留情。当然也有可能轮不到我国出手，毕竟韩国一直流传青瓦台魔咒，历届总统的下场都比较惨。如今尹锡悦为了捧美国的臭脚，倒行逆施，甚至背叛韩国的历史，频繁做出亲日举动，这种外交战略啊，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，但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路子走死了。我国也不会相信他。韩国内部反对尹锡悦声音也是越来越多，一旦时机成熟，相信韩国内部的反对党会第一时间来收拾尹锡悦，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